来吧，决胜局，第二季败方雪兰。要抢英雄了。空火儿应该是要处理掉的，第二季他们也没攻顺利。让我很好奇，就是贝克曼这边还能组出什么东西？就毕竟这4把，他都是很不至少是优的，很不错。对，没有劣势过。苏烈，那可能就是苏烈加空火儿，最多平局。 TDG 应该还是盾山加鲁大，空火儿没问题。对，这把关羽会成为两边要去抢的点，主要看第二季抢什么。海月放出来了，来吧，湮灭在美。海月，这样杨戬也可以不考虑了，暂时。就变相的拆了多的选择。 怎么破局？你手过最长的。太，那就是孙尚香了。而且 TDG 他们是有稀释的，这套体系现在用的也越来越多了。对。那感觉第二季关羽可以出啊，这真香都出来了。就不拿肯定班。对。体会过碎裂的感觉吗？那蒙恬还是关羽？ 血战关羽，这关羽再不拿就没道理，真没道理了。前面有那么多的出手机会，西施拿不拿？西施好不好用啊？就面对到关羽来说肯定不好用，但是你既然已经是一个真香，就得必须补控制。这把赫兹压力挺大，对，不好拉呀，而且容易被进这个换位直接逼闪，对，压力太大。 其实那天赫茨我还真的挺期待他现在表现，他那天那个采访我特别动，责任感很足。就包括上一把赛后的这个内痛，我们能听到。所以他现在站出来了。这个西施这把压力蛮大的，后羿张飞、马超处理带线点，蒙恬，因为 TDG 的上野还没有输，也有可能是一手野合加坦克。是的，反正你肯定得补前排，特别有海月的情况下，甚至一个前排还不一定够，连破也办掉。 就把你打西施、打孙尚香都好使，这些应付能反手的全部给你办掉。橘右京，橘右京也是带到侍卫的完整体系。TDG 也没圆坦了，放马过来吧！夏侯，还有夏洛特，第二季射手怎么出？ 应付的话没太多了，苍苍这个英雄这赛季的表现其实不太好，登场率其实也不高。墨子那就纯打对线，而且墨子一炮过去之后也能进直接换位，大招先手开，打个真香。其实他主要是这赛季拿出来打的更多的是公孙离跟戈亚。 胜率都很低，都是没赢过，而且基本上就是 BO5第一局某一边出公孙离之后，另外一边会先用戈亚做应对，所以说苍的登场率就会下降非常多。他到现在出场次数不算多，11次，但是胜率只有18.2%，赢了2次。英雄胜率上不说白了还吃队友，他现在有点像一个搭子，就是没得选了，没得选了，选一个有清线，然后对线还行，有一段位移。对，综合一手 TG 夏洛特没问题。 那这把其实第二季应该是这5局里面主动性最强的一把，有关羽、晋、海月，还有墨子。墨子一旦炮先中了之后，无论是晋还是海月都可以把这个团 combo 给接起来。但 TDG 它虽然说也有稀释的控制，但是还是得看它的命中率，而且容易被开，就很有可能在赫兹找机会拉之前就已经被什么墨子一炮、关羽一刀、什么晋换位就打残了，闪现就被逼了。 所以说这把给到赫茨的压力会非常大，然后他这把真不好拉，对，真的不太好拉，要么手很长，而且基本上就是摸不到。如果柚子先把大招给了夏侯惇之后，两边的这个占地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像这把第二季这个阵容，他要么就不跟你碰，你碰就是碰到就开起来了。对，海月把夏侯惇拉进去之后，关羽在旁边
随时等着大招。其实这个墨子选的就挺好的。这个墨子的话，第一，它能去限制像切进来的一些切位，有大招的反手。第二点，因为这个阵容正面我们看到，其实正面严格来讲是没有前排的，因为关羽跟晋肯定都不会在正面硬看的，他要么就直接动手，所以他补了一个长手的墨子，可以一定程度当成先手来用。就或者说探视野或者给段控制、拆火都很好使。他那一炮上去就是个信号，那是个信号弹，就上不上是我来决定的。这一炮开中了，要上就打起来了。所以这把的 TDG 这个阵容啊，虽然说它挺完整，它真的很完整，它有前排，有先手，有保镖，有大河，有切位，但是这也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阵容。但是面对到第二季这套稍微有点剑走偏锋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好处理。但这也是可能我觉得贝克曼能在第5局给 TDG 已经拿到尽力了，最好的东西了，就真的拿不出来更好的，真的没有更好的了。能打，只能说能打。对，但秦荣基还是第二季的优势，不好打。来吧，进入比赛，双方的第5局决胜局，蓝色方佛山第二季，红色方广州 TDG。我是李九，我是北岛。来进入比赛。全军出击。花园左边看一下，逮不到人就直接回线了。哎，赫斯一级学的是医药，把呆呆给打残了。思路清晰啊，来给对抗的。嘉欣来吃播中，线上很凶啊，没办法，夏洛特前期还是凶不太起来。其实萝卜我跟你说，他有个特点，他为什么有时候线上被针对的也厉害啊？我怀疑是不是也有一定研究，就是从那个选手的伤害分布上，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一个选手他平均比赛里，等会儿啊，先别急，看这里，炮中伤害有没有？闪现得交了，闪现跟梦兰挂到了，有草丛有加速，跟过去死了，一血到手。首先西施一级学的是一，然后其次就是没帮他清线，而且这一炮中了，感觉就没了。对，闪但有炸一跟控死了，墨子想救，还好自己有一能拉开。在仓即将放一的这个过程中，太乙这个2技能舔断了一下，不给你这个放一的时间。哎，这样感觉可以接受啊。对，因为西施这个英雄跟别的不一样，其实他这一波他本来就不吃，他这波属于连汤都没喝上。对，一般英雄再怎么着都不得劲儿，但西施可以真的绝食。而且人头是给到了小雪的双强。对，但下路是红粉，可以被小雪阳收下。然后话说回来，刚才一个没讲完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花园平均一场比赛有33.7%的输出是打在对面的对抗路身上，就是在对线的时候啊。但是在这点萝卜能极致到什么程度啊？萝卜一场比赛平均下来要有46.5%的伤害打在对抗路身上，这其实高了平均值很多，超了13%，相比于花园，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通过这个数据能看出来一个对抗路选手是不是喜好对线和对线上压力，就简单明了。对，在对线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他有1半的伤害打在了对面的对抗路身上，所以他有时候也要在线上可能稍微斟酌一下。这局夏洛特可能都还好，前期不会太凶。就也得在特定的阵容里面去做一个取舍，有的时候偏团战的话，可能就得多为团去做一些着想。没错，这是第一波，这里中了，基本上就没了。闪现2技能，草丛加速，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到 CG 的人在往过靠的速度非常快，因为第一时间太乙切换中是在看蓝区的，他是在这个半途里面，墨子这里也救不了。就莫兰在跳的途中被这个2技能断了一下，拽到了，对，根本走不了。4分钟龙团第2季一定要接，其实按理来说 TDG 都不太好看的，就4分钟那波龙团。如果 TDG 那波想要接的话，是第2季的一波机会。那波接的话，第2季一定要打。小雪这把出装很暴力啊！由于前面拿了一个人头的关系，直接选择第一件暗影战斧，是要打的凶，这个阵容是得凶点。其实他没道理去拖后期，就拖也知道拖不过。有双香，但是其实没必要拖。拉回来，拽到秒了，嗯就是他们要在前期多开一点这种节奏，就是借着前期大家还在发育期，沙欧顿也比较强势的这个阶段，在河道这种位置拉到配合到，能杀就杀。感觉应该想的就是在两边经济都还没特别成型的情况下，我就用劣势越小的时候跟你打，只要我打赢了，是的，配合上我的出装很暴力，我就能够把这个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前期有优势，不管阵容怎么着，我能顺着往上。就像那把进的2-0开局一样，是的4分钟龙团就能接了。柚子的位置，哎呦，萝卜，
这么拉，他是大招的霸气，我走了关羽的天呐！的大招等会儿，啊，里边金光玩家，我感觉这波出来的话，除非墨子立马给空，不然还不一定杀得掉啊。队友离得有点远，是的，但出来之距离后给炮，二技能拉开了一下，近在跟上来，4个人的围杀，终于在二塔带走罗伯，但他能给队友争取多少的时间呢？反手过来，闪现躲了个拉。但是小小这边能走吗？是的，他这个位置有点深入，闪现而且能减速跟上走不掉拆一下了。其实这波还能接受啊，哇，这波罗伯又拉满了。罗伯大招霸体挡了个推，然后他其实是故意在等2个人来越他的，对，已经随时做好了反打的准备。然后自己知道自己虽然遇到海月不好跑，但他等于吃掉了又一个闪现的同时，把位置带到了自己的2塔位。对，因为柚子其实第一时间也在等罗伯交闪之后，他在交闪去放这个大招，他怕直接交大的时候被罗伯的闪现给打断。反进红区，红 buff 被嘉欣反到。哇，3-0的开铁炸锁跟上又秒了一套。前面上路那波是被逼了闪现的，这是我们考虑的那个后期进跟关羽神装之后 ，TDG 不好处理什么之类的事情，根本没有想的。每次 TDG 都反客为主，就我在你没开我的时候，我先把你给开了，对，你就人不齐，跟我打不了。哇，今天的 TDG 状态非常在线。前2局那2个掉点，像米哥说的，那没办法，这劣势你浪没了，对吧？对，那浪没了是浪没了的事儿，但是你真的把优啊！再进蓝，小雪申放金打野，宗师出来了，孙二香现在战斗力也非常强啊，暗影战姆加宗师。我在这波蓝被学长拿下，但你战场固定下来，其实 TDG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未尝不能接受。但如果进了蓝区，不一定好往出退，他们自己要做个抉择。看侧面怎么说，先给一炮，嘉欣往出撤。这波接应做的还是很好的，幸好是在夏侯惇这边反蓝的时候，柚子这边把他给拉了进去。第二就要稳一下阵脚了，再这么下去不行，做好随时开的准备。而且孙二香经济有点高的恐怖，他比梦兰高了2000。小雪这里6分钟射手位对位高2000。就对于 DRG 来说，目前的任务是10分钟前一定要杀小雪1次。如果正常发育到10分钟，这个孙二香处理不了，因为前面的 TDG 打得太主动了。别管阵容怎么着，王者荣耀是一款经济能解决一切的。对，有钱能使磨推鬼的那个。再进红，位置压住，没拉到，一拉不中，嘉欣血量掉的有点厉害，但夏侯惇还是很硬的，没拼过。好在红是保得下来。DRG 能不能再展现一下自己前期的韧性？我觉得还是得稍微多沟通，就看呆呆能不能在守野区的时候那一炮给到关键的人。如果给到了，立马和关羽要进去。那他也有他的难处，就是你正面现在特别这种被进攻的时候，你正面在没视野的情况下，你想炮中人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或者说就是在柚子在守野区的时候把嘉欣拉进去之后，正面的4v4，我觉得是可能DRG要考虑的地方。我觉得要看柚子。再进，拍，没拉到，撤走。但这个蓝 buff 是被嘉欣反到了。对的，赫兹辉月啊，很功能性，因为你要一个逆风野区被禁的墨子在野区里去泡到关键 C 位，他自己不被开他都不错的，他有时候害怕的，因为你不知道对面在哪儿，加上你技能有前摇，你一旦位置没站好被反开了，你瞬间就融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还感觉真的指望不了他。看下一波能不能把河道视野站出来吧。对，就现在就像900我感觉北岛说那样，如果第2局真的想打，我感觉先手的人应该是海月。就是海月把夏侯拉进去之后，你的4v4一定要去打，这个是4v4得把双向直接秒。对，这是DRG目前一定要去考虑的点。你4v4不打，一旦等夏侯出来，把视野往前面一挤，这个孙尚香就是有两个保镖的。又来，进完蓝又进红，位置一压，拍拉到了2段，高拽回来直接秒。秒。侧面萝卜进场打出一个闪，再跟柚子被迫交出大招。这个位置柚子肯定是捐了，看其他人了。直接应该卖了。出来你看，直接卖了。全又是一波 TDG 的0换2。对。如果按照这么个节奏进行到10分钟，不行，已经有点崩了。对，有点不好开了。现在已经有点崩了，这个经济差已经完全收不住。还是那个问题，今天的 DRG 更多的还是防守反击，他们并没有说主动的有一波完美的沟通去开对方这样的一个想法。防守这件事解决不了问题。不行，太被动了。再炸一下，这个蓝区估计也得放，柚子还没复活的。
野区什么都没有啊！这10分钟小雪要打出多少经济来？他不会10分钟刷个4000套出来吧？估计有点够呛，但是看起来好像差的也不多。就到时候可能就差个合成费。这目前已经分金经济900了，而且再这么拖下去，小雪10分钟闪现是能够赚好的。梦蓝这边对比下来就非常穷了，落后了3000，因为小雪这边一直有人头进账，还有太乙跟着加钱，将近3000了进差，这是不是这赛季10分钟射手位进差最大的一次？应该是最大的一次。我们来看一下他10分钟能掏出到什么程度啊？他这个装备，现在限制他的不是他的刷钱速度，是资源的刷新速度。顶回来一个夏侯，但有大招。红区再吃，这波夏侯是没大招的，吃的有点狠，但是很硬，被拉走了。要看两边占地盘怎么样了。但是你怎么找小雪啊？这个位置泡了一下没泡到，大招再解关羽，效果一般。梦蓝过来自己给小雪点伤害，但是没人能跟后面几下，还是差了点意思。正面墨子的反开，但手里有复活，站起来的一瞬间龙反进去，梦蓝已经没有了，正面还是打不过。我觉得第二季的，等一下太乙这边炸能跟吗？是第二季殊死一搏的团战，他知道再拖下去也玩不了了。这波柚子开的没问题，主要是花园的选择出现了问题。他选择又是用大招去推夏洛特，又是被萝卜的一个大招霸体给躲掉了。他这时候应该明确的要去找宋尚香，反而是梦蓝在侧面去找了一下宋尚香。对，伤害是有的，因为这个小雪毕竟没什么防装，但是秒不掉啊。就如果是比拆火，小雪肯定是很乐意的，就慢慢往前面去打。双龙。哇，这样感觉第二季这把很难翻啊！估计马上啊，应该11分钟左右，小雪装备4000套就要出来了，应该差不多了。来了，10分53秒，将近11分钟，1万的经济，分均经济将近1000。这就是第一件暗影战斧的宋尚香，队友开的也特别好。现在只要萝卜在后面的时候把关羽盯住，正面的4打4 ，TDG 随便打了，这就是经济带来的压制。TDG 的今天5小局打的都太主动了，今天这么个打法逼让2G3，真的很难接受啊！但我真是这局能翻，太阳得从北边出来，感觉这宋尚香的经济有点太恐怖了，压死人呐！而且每一波 TDG 他们打断的决策很清晰。关羽的绕，但是今天的萝卜应该不会给他直接绕到后排的机会。去找了，侧面卡住了，已经在找了，这角度是过不来的。直接给救赎，有一个大的龙兵，红方单边视野就卡在侧面，找到了，不需要动手，只需要看到反手直接找关羽，先把隐患解决掉，踩脚接兵甲回推砍一刀，但正面没人能跟上来，关羽已经率先被融掉了，侧面再往里追找梦蓝，梦蓝第一时间交闪走人。又是一波 TDG 的0换2，2条龙兵马上进来，可以打持续掉点，可以尝试一波。是的，兵线要来了，而且太乙还是有复活的。是的。暗影先锋进来，进动手，小雪翻滚一下摸不到，直接进来拆掉，我们恭喜广州 TDG 让2追3。反正第二季首先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他们的防守反击太多了。我在整个 KPL 纵观10年间，只有一支队伍用